护卫头头一眼就看到领头的竟然是风原帝，很是愣了一下，然后再看到风原帝身后正笑着龇牙咧嘴的九月时，敏锐地觉得事情怕是和他们当初预想的很是不一样啊。英一哐的一声，直接抽出了长刀，直接架到了那护卫的脖子上。陛下，这就是大齐的待客之道吗？九月才不管这些呢，他要看热闹，一把将前面的人给扒了开。知道自己是客，还在主人家肆意妄为，有些人哪配做什么客？说着一脚将门给踹开，几个贴在墙角几乎和黑暗融为一体的鹰眼悄无声息地离开。他们在这儿就是防止里面那2位事情没办完被护卫破坏了。随后一幕，要不是场合不允许，场合不允许，九月也愉悦了。辣眼睛，真的太辣眼睛了。周芳在下，卓木站着，整个偏殿都安静了下来，只听得到啪啪啪的声音。风原帝刚刚听见的时候就觉得很是炸裂，亲眼所见的真想捂着自己的眼睛大喊一声阿朕的眼睛。北蛮团只觉得天都塌了，灼灼料想了100种卓木做的事儿，结果却没有想到卓木和周芳竟然是，这不仅仅是丢脸了，这简直是直接把整个北蛮的脸面踩在脚下来来回回的摩擦。还不快把他们给拉开！九月一听，屁颠屁颠就要上前，然后被季青死死地拽住手臂。祖宗啊，这种热闹真的没有必要贴上去看，不觉得眼睛生疼吗？北蛮使臣的脑子疯狂运转，在想怎么把这件事安排到大齐的脑袋上。拿下周芳。陛下，底下那人名为周芳，自是擅长用毒，皇兄到现在都不甚清醒，许是这周芳对我皇兄用了毒。这周芳是何人？是皇兄的手下。这是要把这件事安在北蛮的头上了，毕竟那周芳可是卓木的人。有些人啊，真到了生死存亡之际，什么家国大义、忠君爱国，全都抛到了脑后。不过我很喜欢卓雅送的这份礼物，瞧瞧，老登大概也觉得很满意吧，没见他嘴角都快要压不住了。这件事你们最好想想怎么说。卓卓狠狠地瞪了一眼卓雅，多好的将锅甩给大齐的机会啊！被卓雅一句周芳是卓木的手下给彻底击碎了。皇兄是不是失心疯了呀？谁的眼睛都不瞎，还有那么多的各国使臣团看着。北蛮的人一直都知道卓木最近在都城动作频频，想要算计大齐的须臾公主，但须臾公主身边铁桶一般，这肯定就是卓木自己想要算计旁人，结果却被人给算计了。既然如此，使臣们互相看了看。大皇子确实是神志不清，已然疯魔，所以才行事荒唐，还望风原帝看在两国交好的份上，别同一个疯子计较。这是发生在他的皇宫，北蛮一句希望他高抬贵手就能够彻底打消，嘿，那是不能够的。想到楚家因为北蛮龌龊的手段吃了那么多年的苦，风原帝眼睛一眯。那卓木敢在大齐皇宫行此荒唐之事，分明就是不把我大齐放在眼里。要打架吗？正好寻不到由头的，那就来打呀！瞬间，风原帝就把北蛮人给扣了。虽说自古以来就有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的说法，但没说不准扣啊。就看北蛮愿意出什么筹码来把这些人赎回去了。反正要么赔东西，要么就打架。北蛮皇帝老儿，你看着办吧。赔不到我满意的，那就试试喽。当然了，不只是北蛮，若是有那想不开的，觉得他皇宫戒备如此松懈，竟能让卓木进到宫里来为非作歹，然后挑衅一二，那就最好快点来。他正好不知道该怎么寻个理由扩展版图呢。九月根本就没有想得那么长远，就只是伸着脖子看着卓木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子被人像拖死狗一样的拖了下去。这种时候怎么能不让卓木清醒过来呢？不让他亲眼看看自己闯了多大的祸，他就不知道有些人注定是他不能惹的存在。九月手里掐着一粒解毒丸，咻的一声弹进了卓木的嘴里。
卓木险些被这么一粒解毒丸给掐死。九月手里掐着一粒解毒丸，咻的一声弹进了卓木的嘴里。卓木险些被这么一粒解毒丸给掐死。周芳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扭动身躯，刚刚发生的那一幕幕逐渐涌入了卓木的脑海。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明明不是这么安排的。眼睛缓缓地扫过人群，有鄙夷的，有看好戏的，有不解的，有恨铁不成钢的，有满脸惨白的。只见卓卓漠然地瞥了他一眼，卓木打了个激灵，还有卓雅掩面痛哭，却半点眼泪也无。卓木看着他，九月同样也看着他，挑着眉梢，嘴角那带着若有似无的弧度，把不屑和鄙视展现了个淋漓尽致。若是他一开始就知道我今日会做什么，事情是不是就应该是这个走向了？自食恶果，卓木终于被拖了下去。风原帝怒气冲冲地离开，卓雅感觉掌心一热，立刻紧紧地捏住手心的东西，是九月给他的解药。宫宴本就接近尾声，这会儿也就干脆直接结束了。九妹妹，别怕，风原帝不敢对我们如何的。对不起，我当时只想着保命，觉得把周芳说出来，风原帝没准会放过我们，没想其他的。四皇兄，卓雅是不是说错了什么话？说着，卓雅还看了看身后的北蛮使臣们。事情已经发生了，再说这些已经无用了。四皇子，我们还是想想接下来该如何吧。待我好好想想，此事不可操之过急。事情才刚刚发生，风原帝还在气头之上，若是此番贸然开口，恐怕会惹得风原帝不快。不如就等事情稍微冷却之后再说其他。博雅，你先回去好好的休息。博雅，你先回去好好的休息。他这个皇妹这么一张国色天香的脸，可得好好的笼络。转身离开的瞬间，整张脸就沉了下来。他讨厌那个眼神，他在卓木的眼睛里看到过，此番又在卓卓的眼睛里看到了。他不要做任何人的玩物。卓雅戴着兜帽出门，头上已经长了很短很短的一层绒毛，这还是九月给的生发丸。刚出了他们住的院子，卓雅头皮猛地炸了一下。卓雅公主是什么时候和九月扯上关系的？那大皇子之事……还未来得及多想，只觉得脖梗处一热，卓雅仓皇回头，站着的还是两个婢女，相似却不是那个人了。公主勿怪，我们大齐啊最是喜欢礼尚往来，此番不过是礼尚往来罢了。卓雅如今最后悔的事情，大概就是在城门口之时，听从卓木的吩咐去挑衅九月了。被九月盯上和被一条吐着蛇信子不停嘶嘶的毒蛇盯着有什么区别？英七英八，从今天开始，你们可得好好的伺候卓雅公主。是，公主。能在鹰眼50人中排名前10，九月知道英七英八付出的远比鹰眼其他人更多。去吧，卓雅公主，我等你的好消息。叛国又如何呢？若是真的能如九月说的那般，旁人可以，我也可以的话，至少能为北蛮的女子挣出一条生路来。九月公主想要卓木和周芳付出什么代价？指尖轻轻挑起卓雅的下巴，又黑又亮的双眸像是能够直直地看透到人心里去。卓雅，别跟我玩心眼。我错了，我想他们死的要多凄惨就多凄惨。九月冷笑一声，直接转身离开。卓雅不想背负师兄的骂名，想要留着自己清白的名声。想说卓木若是死了，也是九月逼的，是九月想要卓木死，但九月一眼看穿他的把戏。骂名你要背，坏事你也要做，所有都要你自己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承担着。若不是当初身体受限，以风原帝的雄韬武略来说，大齐的国土不会只有这么一点。你瞧见如今身体好了，恨不得干脆一统天下算了。九月可半点都不会沾身的，狗咬狗多好玩啊！惹了他的，胆敢算计他的，都得死。公主殿下，我们还要去看望大皇子呢。我知道了，我们北蛮谋划上百年，如今
本以为风元帝即将身死，本以为大业将成，结果银矿被端了，那些被替换的武将给捉住了，甚至……卓雅想起风元帝那健壮面色红润的模样，想起太子提起自己子嗣的样子，卓木还在幻想风元帝快要驾崩，太子无嗣，大旗终是他们囊中之物。现在想想，简直就是在做梦。我要先去看看周芳。英七英八自是不会说什么，北蛮的护卫还是尽职尽责地守着周芳。看到卓雅来了，急忙行礼。参见公主殿下。周芳呢？在里面。周芳的眼睛一亮，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奔到卓雅的身边，匍匐着想要抓着卓雅的衣摆。雅。卓雅一看到周芳那张脸，想起那些在周芳身下遭受的屈辱，猛地后退一步，扭头就吐了。放肆！公主的名讳岂是你这等贱民可以叫的？周芳被打了个趔趄，脑瓜子嗡嗡的。你这贱人，你竟然敢打我！你竟然敢打我！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是吧？你竟然敢！公主，接下来该怎么办？周芳被打了一顿，像坨烂肉一样瘫在了地上。说是絮玉公主，此刻会怎么办？你也配和我们絮玉公主相提并论吗？同样都是公主，为何我就不能和九月相提并论了？更何况我还是嫡公主，是皇上和皇后所生。说不是父皇妃嫔太多，子嗣太多，我也不至于需要依靠卓木生活。九月一个民间公主。卓雅垂下眼睑，她确实是比不上的。若是我们絮玉公主，在她开口骂贱人之时，舌头就被割了；在她胆敢大小声的时候，头就被我们絮玉公主割下来了。她以为打听到的那些是夸张的说法，如今瞧来，那些传说尽数详实不说，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周芳听着两个婢女和卓雅对话，瞳孔一缩。你竟然敢背叛大皇子，竟然敢背叛北蛮，你就不怕？你就不怕？你觉得卓木还有可能会有东山再起的一天吗？卓雅捂着脸疯狂地笑着。背叛就是背叛了又如何？卓木让我第一次去陪一个大臣的时候，我才13。公主殿下，公主殿下，我错了，我以后我再也不敢了，你饶我一遍，我给你倒酒作罢。英七和英八对视了一眼，两人都拿出随身的匕首，卓雅接过去。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了。英七和英八将周芳按在了地上，卓雅硬生生地将周芳给淹了。我受了这么多年的苦，这才第一日，周芳怎么可以只受这么一点苦呢？不够，怎么都不够。为免周芳告密，卓雅割了周芳的舌头，英七和英八折断了他的手。卓雅双手颤抖着从屋内出来。尽量别让他死了，千万不能死在大齐。殿下，卓雅公主来了。快让她进来！现在这个节骨眼，卓雅竟然还可以到处走动，可想而知她做了多少努力。真不愧是我的好妹妹，这个时候都还记挂着我。王兄，小妹妹看到满屋的奢靡，也全然当作看不见，只是自顾自地寻了个位置坐下。王兄可想好此事要如何办了？此事必定要让大齐承担后果，再不济就说是周芳一人所为，我丝毫不知情。风元帝已经查明，你和周芳都中了北蛮特有的药。那又如何？就算是自作自受又如何呢？丝毫没有把卓雅身后两个门神似的婢女放在心上。若是他们查明你要把那药用在絮玉公主的身上，又该如何？王兄，你真的还看不清楚形势吗？你是不是真的知情又如何呢？风元帝真的如你们所想的那般油尽灯枯了，大齐真如你们设想的那般断子绝孙了。卓雅，王兄，这里只有我们，你在担心什么？九月说她实在美丽，卓雅这会儿看着自己犹如青葱似的手指，嫩藕似的手臂，原来她竟这般美，这些以后都是她的武器了。王兄，其实还有一个法子，能够很好的解了北蛮这次的危机。
什么法子？你死在大齐皇宫。卓雅，你可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皇兄，我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此番你做了这等错事，让北蛮在所有的国家面前丢了大脸，更因此得罪了大齐，这本就是罪无可恕。就算你能安然无恙的回到北蛮又如何？父皇不可能会饶了你。那件事本不是我。不管事情一开始的设想是什么，但结果就是如我所说，你成了北蛮的罪人。现在双方正在协商，北蛮现如今说是在大齐皇宫做客，但谁又看不出来我们是被软禁了。与其北蛮和大齐商量出个什么章程来让我们回北蛮，不如你死前写下血书，说你是被大齐的人逼迫的，说你死不足惜，也要让天下人看清大齐皇宫的真面目。这样我们北蛮千里迢迢来做客，却被迫害，所有国家都会站在北蛮这一边，替我们声讨大齐。父皇肯定会感念的，可能还会在你死后立你为太子。会说北蛮有你这样的太子，本是众望所归。会说北蛮有你这样的太子，本是众望所归。把这件事全部栽赃在大齐的头上，说这件事本就是他们自导自演的一出戏，你是受害者。你疯了！皇兄为何要这么说呢？你想想，父皇和北蛮的使者，若是没人告诉我，我又怎会到这里来呢？死一个小小的周芳，可半年都不够。大齐可不会承认此事是周芳所为，一切就看你如何做了。卓木猛地跌回到圈椅里，卓雅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是两国之间的事情，而他是破局的关键。皇兄自己好好想想吧。不过我想，皇兄约莫是在这里待得太舒适了，早就忘记了自己是北蛮的大皇子，早就忘记了身为北蛮人的气节，早就忘记了你本可能会成为北蛮的太子，北蛮的未来皇帝。所以我就该死吗？我就该死吗？皇兄觉得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身为北蛮的大皇子，你不该死吗？卓雅说的没错，不管他最后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回到北蛮，父皇都不会饶了他的。北蛮会要他死。去告诉那些人，我有话要同丰原帝说。听着英巴所说，九月和端坐在高位的丰原帝，连带着被九月的伍子棋弄得焦头烂额的太子都不自觉地笑了。他真这么说的？是。我又5颗黑子连成了，你说你这是什么下法？你别管我是什么下法，反正你下不赢我。那我们来下围棋，不下这个老狮子的伍子棋了。我不要，你耍赖皮。行了，太子，你下不赢九月还非要找借口，丢不丢人？既然卓雅觉得他皇兄会以死明志，就按照他所说的，寻人看牢卓木。是。陛下，北蛮大皇子求见。他要见陛下干什么？不好好的想想怎么把这事解决了，还有心情见陛下？我们去隔壁下棋，就能知道卓木来寻父皇干什么了。九月哦了一声，小手一背就往外走，那傲娇的小模样让身后的太子失笑，只得吩咐人把九月喜欢的几样点心和茶点备到偏殿去。真是，怎么比我还会享受啊？自九月常来宫里，宫里一直都备着九月常用的几样东西，从做的软垫、吃的点心、用的茶盏，那精细的简直比丰原帝还要过些。听着卓木说完，九月眨着大眼睛看向对面正冥思苦想下一步棋要下到哪里的太子。就你们争夺皇位都是这样子的？我是独苗，不用。果然是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毒打。那你们这样没有厮杀，以后能经世吗？正殿里的丰原帝眉梢一挑，觉得九月言之有理，想起太子那日希望他长命百岁的样子，就气得牙根痒痒。对呀，开年就让他去边疆历练历练，立点功什么的，省得旁人说太子没有什么才能。就这么办。太子只感觉这大热天的，背心突然窜起一阵凉气。为了自己能够活着，卓木将北蛮卖了。陛下，我所说的全是实话。大齐皇宫确实是有不干净的东西，才会让大齐几代皇帝都……卓木大皇子，你说的不干净的东西是什么？只要陛下愿意助我一臂之力，
我就能让大齐皇宫的脏东西尽数消失。哦，怎么住？如何住？我要做北蛮的皇帝，只要我做了北蛮的皇帝，我可以和陛下签订盟约，100年之内绝不进犯。哼，不进犯？卓木，你真当我们大齐是怕了你们不成？脏东西？什么脏东西？你说绝宁子，还是对大齐将士下蛊，换掉大齐的低阶武官？亦或者是让会控虫之人来大齐地界，企图用虫刺杀朕？整个人猛地跪在地上，额头砰的一声磕在了地上，听听都觉得疼。陛下，这一仗朕势在必行，你北蛮在后面使那么多的阿杂手段，真当大齐是你们砧板上的肉吗？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个道理北蛮懂，大齐难道就不懂吗？现如今你的命于朕没有任何的作用，毕竟你真正的作用已经有了。现如今你的命于朕没有任何的作用，毕竟你真正的作用已经有了。但朕也不是那等不通情达理之人，你想要留一条命也无不可。陛下，北蛮的兵力、布防图、兵器分布、矿源，丰原帝真是好大的野心，大齐兵强马壮，我北蛮也不是吃素的。陛下真要大齐和北蛮的边关民不聊生吗？这仗若是开打，那是极其耗费人力物力的事，少则3-5年，多则数十年。陛下3-5年？卓木，北蛮人都如你一般狂妄自大吗？3-5年你也太看不起大齐了。九月一脸不高兴地看着丰原帝，还是要和北蛮的人对练吗？事情不都结束了吗？谁跟你说结束了？让特训营的人和北蛮精英士兵对练，却让所有国家的使臣团都观看，可不仅仅是要告诉卓木，打北蛮根本就不用3-5年，也是为了震慑其他的国家，让他们别一天天的皮子发痒就来挑衅大齐。丰原帝掰开了揉碎了，从各种角度和九月说了一大堆的道理，真和季义清耳提面命让九月不要杀人是一样一样的，结果九月还是气鼓鼓的。这小崽子啊，做事不情愿就容易出幺蛾子呀。既然你这般不情愿，哎呀，那本来演练过后，朕还想着你劳苦功高，要奖励你那10万银票还有京郊那2座山，那就还是算了吧。九月正叉腰生气呢，他都准备把特训营给解散了，结果又接了活，他可不做牛马。结果丰原帝来这一出，立刻把叉着腰的手放下来，扭头对着丰原帝绽放出最灿烂的笑容。他是不做牛马，但没说不做银子的牛马。哎呦呦，陛下，您这话说的，演练是好事儿，是好事儿。我立刻回去就让他们准备，绝对起到震慑人心的作用。不是不愿意吗？谁说的？你自己刚刚说的呀，这么快就忘记了？刚刚的九月说的，关我现在的九月什么事啊？学到了。丰原帝决定眼不见心不烦，弹了九月一个脑崩。快回去准备吧，3日后和北蛮精英士兵对练，要是丢了脸，朕唯你是问。这在家国大事上，丰原帝对九月还是信任的，丢脸是肯定不会丢脸的。九月蹦跳着扬着笑脸离开。父皇，需要有人去监督什么的吗？怎么，你不放心九月啊？父皇，需要有人去监督什么的吗？怎么，你不放心九月啊？他在这种事儿上出过差错吗？儿臣只是在想，您刚刚说还要震慑周边列国，儿臣就是担心震慑过了怎么办。丰原帝眼睛一眨，脑海里就莫名地想起了从平太县回来的那些个文官，基本上就没有不做噩梦的，梦里全是九月长枪插头阴恻恻的大笑模样。还真是忘了这茬儿。不过但若是能让人惧，能让人怕，又有何不可呢？若是这些国家的使臣团回去，
那个个都像朕那些个没用的文官一样怕九月怕得要命，那不是好事吗？无妨，若是他真的能用特训营300人起到威慑作用，岂不是更好？父皇说的也是。京郊演练场本来一开始就打算让特训营和北蛮的精英士兵来一场的，但9月一听那边就来了500多人，感觉可能不够，然后十分友好地询问了其他国家要不要一起。大家一想，若是能让大齐丢个脸也无不可，个个都兴高采烈地同意了。最后凑了1000人对战9月的300人，这规模还是小了。想想在现代，那大型阅兵展现国家实力的样子，这300个人拿去塞个牙缝都不够。但也只能这样，这个朝代没有阅兵的概念，更没有对战演练的概念。想到此番对练搞得这么大，沈将军等好几位将军都前来协助。9月是真的不会打仗，但是他会识人牙慧，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他没有大型兵团作战经验，更加不会什么战术，所以他和沈宗生等几位将军说华夏军团最经典的步兵作战方式3-3制。他不懂，但他手足舞蹈地把自己所理解的3-3制讲解了一下。所有将军听完9月所说，全都眼前一亮。若是这个什么3-3制能够运用到战场上，那岂不是能够少死很多士兵了？无所不用其极的赢。最后以多国护卫兵全军覆没为结尾，让大齐之名再次响彻天下。季义清看两方吵得不可开交，连忙打圆场。不瞒各位了，我们特训营的兵士们啊，许是个个的武功高强，谋略也多胜于旁人，所以啊，就不愿意把别人放在眼里。是以须臾公主的意思，其实也是希望远道而来的客人们，也让我们这些将士们明白明白，须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也好叫他们知道什么是失败，好好的教训教训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们。哎呀，就季家兄弟俩这嘴，两军对垒的时候先把这俩放上去，就这颠倒黑白指鹿为马，还面不改色的样子，怕是不知道得省多少事儿了。9月看着季义清和那些个使臣们说着大齐士兵们有多么的不知天高地厚，明明是在吐槽，但9月和太子明显看到后面有使臣团的人在那翻白眼儿，那表情就差把你就吹吧你就写在脸上。丰原帝远远地瞧见9月，就看到9月气冲冲地走在特训营那边早早下场的几个人旁边，每个人直接兜头就是一脚，被踹到腿的，被踹到身上的，甚至还有被踹翻的。但所有人都是一个举动，被踹倒了以后用最快的速度站到9月的面前，看的那些个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将自家孩子送到特训营的大家长们五味杂陈。他们的孩子好像真的不一样了。丢不丢人啊？以文玉为首的几个世家公子撅着嘴不服气，再给我们一次机会，我们肯定能杀他10个8个的。哼，文玉，你知道这世上什么事情是绝对公平且半点捷径手段都没有的吗？文玉和另外早早淘汰这几日都只能听着山里厮杀过瘾的公子们面面相觑。没有。有，那就是命。不管你贫穷也好，富有也好，权势滔天也好，满腹才学也好，你都只会有一条命，没有了就是没有了。这是丰原帝同他说的。他们激动兴奋，觉得自己训练了许久，所以要大展拳脚。况且这几日的演练，死又不是真的死，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把这场对练看得太过于重要。瞧着9月喜笑颜开地走过来，丰原帝眉眼间满是欣慰和宠溺。他这样穿还挺好看。父皇说的是，您都不知道，如今都城啊，应该不只是都城，整个大齐不少姑娘都学着9月的装扮，那看上去一群群的全都是英姿飒爽的姑娘们。挺好的，百花齐放是最好的。9月是大齐的福星，也是他的福星了。瞧瞧，9月这不是做得很好吗？就听见出山的路口那里传来一阵振奋人心的马蹄声，伴随着一阵又一阵的嗷嗷声和马蹄溅起的黄尘，最后的10几个20个人硬是弄出了上百人的架势来。那为首的不正是灵王之女灵月郡主吗？灵月单手甩着鞭子，一边嗷嗷嗷的叫喊，一边呲个大牙乐得什么似的。而在她骑着的马背上还拖着个人，
被颠了个七荤八素不说，人都开始翻白眼了。怎么跟那要下山抢小娘子的匪似的？那笑的真就不好判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丰原帝睨了九月一眼，九月莫名的有种在照镜子的感觉，自己像个土匪似的嗷嗷叫着往山下冲，没觉得有什么，为什么瞧着旁人这么嗷嗷叫着往下冲，就感觉怪怪的？这一个个的应该和我没有关系吧？别说低价了，就这模样还能够嫁得出去吗？灵王扭头看向九月，哎呀，应该可以吧。据说那季逸清和九月的感情可好得不行，都被不知道多少人羡慕嫉妒恨。我们月月也能遇到个这样的男子吧？放下我们四皇子！这一声一出，连带着看台上的丰原帝都站起来了。四皇子，卓卓。虽然早就知道月月把九月当自己崇拜的对象，可也别事事都学呀。九月有人给他收尾擦屁股，你老天我没有那个毯子呀！嘿，灵王有种无命休矣的感觉。灵王悄悄地看了一眼丰原帝，见丰原帝眉眼都含着笑意，稍稍放心了些。谁知道九月个不嫌事大的，一眼看到那马背上被颠得直翻白眼的卓卓，突然一拍巴掌，大喝一声：好好！九月这声好一出，好家伙，那下面本来已经快要偃旗息鼓的特训营的公子姑娘们，那简直和打了鸡血似的，拖着那北蛮的四皇子还有各国的几个护卫头头，开始在下方在各国使臣所在的空地上转着圈的挑衅和羞辱，简直是给丰原帝拉了波大的。好爽的感觉呀！这是教出了300个小九月来。这些公子们本就有些离经叛道，不是那等子乖觉的孩子，如今和九月那简直是臭味相投，家都得被掀了吧。丰原帝莫名的觉得对不起自己的那些老臣们，但对练结束之后，本就对大齐恭敬的小国此番更加是恭敬。头铁的北蛮使臣团的人如今也跟小鸡崽似的，再也不敢高傲什么了。特训营训练了1个多月之后，沈宗生和季逸清就整理了九月这边的训练方式，下发到各大军营去了。不求所有士兵都能够成为九月特训营里训练的那样，但至少每个军营要有3到5个如特训营一样的队伍。丰原帝睨了一眼面色苍白的卓木，陛下，求陛下保我一命。朕看你还是搞不清楚自己的处境，你有什么资格，用什么条件，说说吧。陛下，之前我说的大齐皇宫有脏东西并非是乱说的，大齐皇宫所有的皇室血脉都被人下了毒。就见偏门的门帘被撩开，那令卓木胆战心惊的旭旭公主缓缓地走了出来。还怎么啰里吧嗦的？丰原帝和站在九月身边的太子同时失笑，但九月听着卓木跟尿频尿急尿不尽似的，3不5时的就挤点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出来。旭玉公主，你这话……九月唰的从腰间把自己的手术刀拿了出来，卓木眼睛瞬间瞪大。啰里吧嗦的，大齐皇宫的绝宁子的毒已经解了，年前才给福王办了45的寿辰，大办的，你不知道？怎么会？沈将军和几位重臣身上的蛊也都被解了，只觉得自己双腿发软，只想往地上出溜。平泰县城的银矿和那5000私兵也被一网打尽了。我九月走进卓木，手术刀在卓木的脸上比比划划的，似乎在寻找合适的下手位置。你也别啰里吧嗦的了，好好说吧。平泰县城的幕后之人是谁？肯定不是你，应该是北蛮皇帝那一辈的了。那些个被替换的小武官，至少要往15年前开始算了。那会儿你才多大？你想保你的命也可以。所有被替换的武将名单，平泰县那样的地方肯定不止1个，其他的也有。说完，九月看了丰原帝一眼，丰原帝啧了一声，就见九月屁颠屁颠地凑到他的身边来，还刻意对着他招招手。丰原帝莫名其妙的就弯下腰低头了。九月小小声的在他耳边悄悄说话：陛下，要不要问问他那二皇子是谁的孩子？朕就知道，到底是谁说九月愚笨的？这什么事情九月不知道？
当初九月给朕把脉之后，绝对就知道了楚药不是朕的种了。这小崽子！堂堂帝王被人戴了绿帽子，风元帝想要掐一下自己的人中，却见九月忽闪着自己的大眼睛。风元帝觉得自己更不好了。陛下，您是在难过吗？卓木和太子都疑惑地看着风元帝和九月。没什么太难过的了，在亲子鉴定这方面吧，男人确实是弱势方。毕竟女人嘛，只要从自己肚子里面出来的都是自己的血脉，男人就不一定了。虽然孩子不是你的，但是媳妇儿是你的嘛。是小崽子！风元帝看着李峰的浮尘，手指蠢蠢欲动，看着九月清澈无辜的眼神，真就有那么一类人，说话真是杀人于无情啊。说完了，九月还悄悄地看了一眼跪在地上冷汗涔涔的卓木。陛下，要问吗？好似男人被戴绿帽子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事一般。风元帝闭了闭眼睛，不停地在心里默背莫生气，只要我眼睛闭得够快，九月说的就不是他。不用问了，平太监幕后之人，应该就是楚药的亲生父亲了。哦，说吧，就只有这些才能保你的命。九月用手术刀挑起了卓木的下巴，眼睛犹如要摄人魂魄一般直视着卓木的眼睛。三王爷、七王爷、八王爷、八王爷、八王爷，你九月是怎么知道的？我怎么记得不是说北蛮的八王爷封号是慧，极其聪明，但他不是个残疾吗？太子和风元帝对视一眼，他们知道的也是这个。你和惠王合作的事，不对，惠王的事该不会是你们整个北蛮皇室心照不宣的事情吧？卓木垂着眼眸不说话。看吧，掉以轻心了吧？陛下，你们是不是也因为这惠王是残疾，所以并没有太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风元帝脸色难看的点点头。传回来的消息尽数是一些惠王性子阴郁，不喜外出，所以在他们传回消息说惠王在府上之时，这人可能就在各个地方埋下了自己的眼线，实施着自己的计划。那你这位八皇叔还真是个能屈能伸的人才，夺皇位不成，还能心无芥蒂的帮你们做这些事，该是有什么条件的吧？确实。说起条件，我想起了一件事，北蛮好像每一年都会丢失不少的幼童，还带着两国交界之地，也经常丢失幼童，所以大齐边疆才会越发的管束严厉。但这么多年了，北蛮幼童丢失的数量只多不少，还一直都查不到线索。什么案子会10多年都找不到幕后之人？这件事该不会是和惠王有关吧？卓木这会儿已经不流冷汗了，而是白眼一翻就要晕过去，结果九月银针一扎，硬生生的把卓木给扎清醒了。幼童？惠王用幼童来干什么？治病。用幼童来治病，这是多么荒谬的事情！太子气得直接一脚踹在了卓木身上。畜生！你们这样的人竟然还是北蛮的皇室，一个个的简直都是畜生！卓木知道躲不过去了，只得把自己知道的说了出来。大齐被下毒的事情是北蛮历代皇帝都知道的事情，而惠王就在那个时候说了自己的计谋。惠王先是联系当初在圣女放药时就协助了他们的荣家人，再把荣家女儿送进宫，之后设法让荣家女儿怀上他的孩子，到时候陛下自己的孩子身体若又无子嗣，皇位自然就会落到惠王的孩子头上。卓木被带了下去，太子和风元帝两个人气得不行，九月也气得不行。风元帝被气得头疼欲裂，九月看了风元帝一眼，给风元帝把脉。陛下还是不要这么生气，对身体真的不好。他将大齐的百姓都当作是自己的子民，从不曾做过主动伤害百姓的事情。虽然身居高位，风元帝却有旁的帝王没有的慈悲之心。孩子，那是新生，是希望，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想要传承下去的根本。那是新生，是希望，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想要传承下去的根本。九月顺手就给风元帝扎了2针，看风元帝和太子气成这样，眼珠子一咕噜，还没开口呢，就见风元帝缓过来，先给了他一个脑瓜崩。不准去北蛮。那就任由惠王和北蛮皇帝这么为非作歹。
无论此番北蛮开出什么条件，这一仗都非打不可。父皇，儿臣愿带兵前往。这事儿还得从长计议。李凤，六部内阁3品以上武将，还有季家兄弟都叫来。是。没我事了吧？那我先回去了。他手下能人众多，也没必要让9月这么劳累。听完太子所说，御书房内所有大臣目瞪口呆。太子殿下，您所说的是真的？脾气暴的直接骂了粗口，就算是斯文些的，也忍不住义愤填膺的说上几句，简直枉为人。陛下，如今北蛮有把柄，你在大齐手上，我们何不趁此机会，将北蛮一举拿下，也好解救北蛮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这老东西什么时候也学会冠冕堂皇这一套？不过解救北蛮百姓这话倒是也没错。朕让你们来，就是让你们商量商量，谁领兵，后勤、粮食、兵器、铠甲。兵、粮、将、银，这些都是需要拿出具体章程来的。季义清和季昭眠在那摸鱼，丰元帝想起这兄弟俩为了给9月收尾，那计谋是一个接一个层出不穷。两位季爱卿，你们可有什么想法？都知道这兄弟俩是皇上面前的红人，但这打仗的事情，这2个小子能说出个什么东西来？陛下，打仗一事，义清从未经历过，是以实在说不出什么想法来。打仗一事，义清从未经历过，是以实在说不出什么想法来。季昭眠同样一番说辞，丰元帝这才想起兄弟俩年纪都不大，当官的年纪更是短，刚要说那就算了吧。不过对于另外的事情，义清倒是有几句想说的。什么？刚刚太子殿下曾说，北蛮幼童被掳一事，在北蛮是人尽皆知的事情，导致北蛮人一旦生了孩子，不是往深山里送，就是彻夜不停地看着。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让北蛮的百姓对北蛮皇室失去信心。失去信心又如何？失去信心之后，我们又再度让人在北蛮百姓之中宣扬我大齐，譬如入户能分多少田地，免去多少赋税。大家虽然听得云里雾里的，但光是听着大齐的那些东西，户部和吏部最是直观的知道这些。说句大不敬的话，其实百姓并不太在意谁做皇帝，他们更在意的是谁能让他们吃饱饭穿衣暖。其实百姓并不太在意谁做皇帝，他们更在意的是谁能让他们吃饱饭穿衣暖。你的意思是我们先把北蛮的百姓拿下，到时候我大齐的军队到时，百姓就不会拼命的抵抗，也会减少更多的伤亡。殿下说的是，更何况大齐对北蛮势在必得，到时候那偌大的田林山地也总是需要有人去种去经营的，若是百姓的死伤太多。瞧瞧这季义清，真不愧是进了吏部了，想的全是各种人才。这事儿可行，但具体如何实施，还需要从长计议。记下。为防9月做事不计后果，不止季义清有各种规划计划，季昭眠也一长串。9月不用最好，不用他们就可以在衙门里把这些践行。若是9月有朝一日做了什么惹怒天颜，这些可就是9月保命的东西了。陛下，太子殿下，臣也有一计。你说。闽运郡内有一伙山匪盘踞多年，微臣觉得可以让沈宗深、沈少将军去剿匪。这在说打仗的事情呢，怎么又说到剿匪的事情去了？沈少将军当初双腿受伤，连行走都困难的事情，不止大齐的人知道，别国也有不少人知道。沈少将军年少有为，素有小战神的称号，大齐的人为沈少将军惋惜悲愤，但别的国家肯定不是，他们肯定巴不得沈少将军一辈子都站不起来。如今沈少将军已然痊愈，那闽运郡离北蛮中间只隔了一个郡城，沈少将军领兵剿匪之事肯定会引起北蛮的注意，我们只要让他们引起北蛮惠王的注意就可以了。那惠王用幼童炼药却一直未能痊愈，微臣觉得他会想知道沈少将军是怎么好的。这兄弟俩脑子到底怎么长的，怎么就能这么聪明啊？你是想将那惠王给诱到大齐来？沈将军所言极是，惠王此人虽是残疾，但至都近妖，此人不除，实乃我大齐心腹大患。
但若是让我大齐的士兵去暗杀他，付出的代价却是太大。他能用幼童治病，可想他有多么的在意自己的残疾，所以我们何不让他自投罗网？那到时候我们就用旭玉公主来做饵，正好诱那惠王前来瓮中捉鳖。话音刚落，却见季家兄弟和丰原帝父子同时说了一声不可。他们只想诱惠王前来，并不想把九月推到前面去，这很危险。何必非要把旭玉公主牵扯进来呢？我们只要让那惠王知道我儿双腿不仅好了，还能领兵打仗，健步如飞了，那惠王肯定就想知道是谁治好了我儿的腿。旭玉公主的事最好还是要藏起来，公主本事多大你难道不知道？容不得半点闪失，万一有个什么意外，或者那惠王狗急跳墙把旭玉公主掳走了，岂不是得不偿失了？还是沈将军想得周到，公主可是我大齐的福星，容不得半点闪失，是我想的太过于浅显了。特训营最后一天，因着都算是九月亲力亲为教出来的，所以九月还是有那么3两句忠告要说一下的。九月就站在看台上，看着底下这些小屁孩们，说是有人用我教的东西去欺男霸女什么的，不用其他人来，也别和我说什么大秦律法什么，在我这儿就只剩下一个字，那就是死。我提前说了啊，你们可别不听，要知道我这个人最优秀的品质就是说话算话。众人打了个机灵，不敢再说什么了。九月特训营真的是名不虚传，没看那些个纨绔子弟们在九月的特训营不过待了小半年，那都不能用脱胎换骨来形容了，简直是换了个人一样。让大齐的军队伪装成北蛮的人，在北蛮的地盘上对大齐挑衅，算是个由头。虽然有些卑鄙无耻，但总好过北蛮的形式。最后的最后，谁也没有想到，丰原帝将这件事情交给了凌月。凌月一马当先，带着凌墨，身后是一支不过500人的军队，就这么秘密地出了城。直到看到队伍中的文玉，凌月才惊觉，丰原帝把特训营排名较前的很多人都留给了他，也许是因为在他的身上看到了九月的影子吧。暗夜匆匆，九月站在城墙处，遥遥地看着凌月领头的那500人，没有火把，悄无声息地出城。明明当初只是为了帮季义清出一口气而已，怎么到了如今那些小崽子们都要出去办事了？是公主！所有人唰的全部回头，就算一开始所有人不服、不屑，甚至屡屡想要和九月作对，但随着接触的越多，特训营的人对九月也只剩下一个字：服。如今九月千里相送，所有人心底都只有一个念头：绝对不能给公主丢脸。北蛮那边来了消息，愿意以3座城池换回北蛮使臣团的人，来时风光无限，如今犹如丧家之犬。北蛮使臣团有些恍惚。同样的地方，卓雅撩开了车帘，想起旧事在这里他被九月一棍插到车架的样子。众人正要离开，就听到此起彼伏的参见公主，卓家兄妹都冷不丁的抖了抖。主要是九月太过于邪性了，今日九月更是直接完全不把他们看在眼里。一个人骑在高头大马上，身后拉着一个罩着黑布的棚子，九月有一搭没一搭的挥着马鞭。哟，这下回去了？这个公主是否太过于嚣张了？你是令旗？回公主殿下。是。少卿感觉自己头都大了，这令旗可是惠王手下第1护卫，据说武功举世无双，他查到了就告诉了九月，然后这令旗就被九月贴脸开大了。惠王的狗！公主殿下是对令旗有何不满吗？为何羞辱令旗？令旗确实是在惠王爷手下做事，但令旗不是狗。不满又怎么了？羞辱你又怎么了？我说你是狗，你就是狗。不服？不服你可以打我呀！令旗垂着眸子，恨恨地瞪了九月一眼。九月压根儿就没有看到。公主教训的是。没劲，不是什么第1护卫吗？就这都被人骑脸上了，还来一句公主教训的是，真是没种。大皇子，我思来想去的，总觉得一直收你的礼物不好，所以我特意寻了个你们送我的礼物，
加工了一下，还给你们，不用太感谢我。卓木看向9月身后的笼子，什么叫做他们送的礼物加工了一下还给他们？卓木直觉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公主刚开了个头，9月的手一扬，后面的少卿立刻让人将黑布给扯开了。卓雅只看了一眼，就腿软的直往地上倒，被身后的英七和英八给搀住了。卓木和卓卓脸色都白了，被9月这么挑衅，卓卓自是不服。公主殿下，这是什么呀？怪我，都忘记了，也没说给你们介绍介绍我这还的礼物是什么。马鞭啪的一声抽在了笼子上，然后笼子里的东西就被震了一下，立刻就东倒西歪了起来。这是一个不倒翁，有趣吧？不管怎么摇晃，它都不会倒下。卓雅捂着嘴巴，吐的胆汁都已经出来了。卓卓脸色惨白，倒是卓木从那个不倒翁的身上看出了些微的熟悉感来，手指都在站立。看来大齐对北蛮是势在必得了，北蛮怎么可能会全身而退？这么一个不倒翁，不过是个开胃小菜，准确的来说，连开胃小菜都算不上。我还给这不倒翁取了个可好听的名字，笑眯眯地看着卓家人。花奴，这不倒翁叫花奴。卓卓尖叫了一声，往后退了一步，直接摔在地上。花奴，不就是惠王用了500多个幼童，最后炼成的唯一一个毒人吗？我们还以为花奴是因为日问物失败躲了起来，不曾想竟是被9月给制成了不倒翁。9月看着卓家兄妹一个个犹如惊弓之鸟的样子，笑得肆意又猖狂。这个礼物不知道你们喜欢吗？大齐很喜欢你们惠王送来的这份礼物，所以希望你们惠王和皇上也要十分的喜欢我们大齐送给你们的礼物才是。令旗刚刚觉得9月是针对他，所以挑衅他，但这会儿令旗猛地明白了一件事，9月是真的把他当作狗。用花奴做的不倒翁，他根本就不屑于挑衅他，他挑衅和看不起的是整个北蛮。他果然如调查那般，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大家干什么呢？唱起来，敲起来，让我们欢送北蛮。话音一落，9月大手一挥，所有百姓都欢呼起来。不知道的还真以为是一副美好相送的场面，但看着北蛮人个个面如土色的模样，再看着9月端坐在高头大马上笑得明艳妖娆的模样，真就让人大热天的出了一身冷汗。所有人满脸屈辱，却又敢怒不敢言的离开，哪还有来前那张扬挑衅的模样？来此不过短短2月，让他们意识到如今的大齐是他们根本就逾越不了的鸿沟。沈宗生不是已经废了吗？想起那场仗，又想起了亲眼见到的沈宗生。确实是，那场仗，沈宗生双腿被废，沈宗彦失踪，那沈将军几个孩子里，就只剩下老3和老7还勉强能用了。那他为何又站了起来？你们真的看清人了？属下已经亲自去确认过了，确实是沈宗生。不仅如此，沈宗生武功更胜从前，双腿健壮有力，健步如飞，根本看不出来曾经被断言，连站都站不起来。惠王的双手猛地抓紧了轮椅的把手。我在大齐部署的好几个暗点都被大齐连锅给端了，看样子丰元帝的背后有高人相助啊。他们都说和丰元帝亲封的那个旭玉公主有关，您说会不会真的是那个公主？对于9月，他是在大齐突然有了名为青霉素的疗伤圣药时听说的。听听这封号，旭玉，又是代表温暖，又是代表希望光明的，想要说明一个什么意思，还不一目了然吗？丰元帝会无缘无故地用这些政绩给一个小姑娘造势吗？难道说这姑娘是他流落在民间的公主？不可能。且不说丰元帝本就是个不耽于美色的人，以丰元帝那单薄的险些就差点断子绝孙的子嗣数量来说，若这旭玉真是流落在民间的公主，那丰元帝怕是恨不得敲锣打鼓宣告天下吧。那旭玉是真的有本事，不是造势扬名，是他疏忽了。不只是他，是整个北蛮皇室都疏忽了。难道此番卓木出事是大齐故意而为之？大齐就这么有信心能够拿下北蛮吗？李傕，
属下在。你去好好查查，沈宗盛的腿是不是那9月治好的？是。印字部全部出动，我要见到他。是。惠王操控着轮椅到屏风后面，在床头摸了一下，一个密室无声无息地出现。卓子恩，你不得好死！皇兄啊，这话您都念叨10几年了。你把我囚禁起来又如何？你永远做不了皇帝。北蛮是不会让一个瘸子做皇帝的，你只能做梦。我马上就可以站起来了，马上。我呸！你做梦！惠王死死地抓紧了北蛮皇帝的头发。沈宗生都可以，我为何不可以？就算我不行，我的儿子也可以，孙子也可以。北蛮如今的所有皇嗣，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是我的种。我拥有皇帝拥有的一切，险些就差那么一点点，就那么一点点，大齐也会是我的了。毕竟丰原帝唯一健康的孩子也是我的。少卿蹙着眉头看向人潮拥挤的街道，就是感觉有人盯着自己，但真的定睛看过去的时候又什么都没有。但少卿是那种很会未雨绸缪的人，他还是和季青还有9月说了一声。你们觉得会不会是那惠王的人？我们当初传沈宗盛一事的时候，并没有将你……就我在大齐做的这桩桩件件的，别的国家不知道可能吗？再者，卓木他们回去了，要想保命，必得拿我的信息来换。恐怕我早就成了北蛮皇室中的眼中钉、肉中刺。那现在怎么办？能怎么办？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喽。季青看了9月一眼，对着少卿摆摆手，少卿立刻离开。你同我来。一眼看到9月，季婉乔噌的一下就从凳子上起来了。满屋都是各种木头，还有不少木头和铁结合的东西。说起来，季婉乔在木匠方面真的是很有天赋。当初那什么活字印刷的东西，9月就提了一嘴，后续就是季婉乔和季昭眠、季义清弄的了。我让婉乔弄了个东西，很小，你可以随身携带。若是真的被掳走，你别一个人去闯，至少也要给我留个信息嘛。季义清将那簪子扭了2下，簪子上面的那朵木兰花就浸出墨汁一样的汁液。这种颜料遇水不化，遇火不消。木兰的花朵位置还可以指示方向，可以直接印在地上、树上、桌上，还带着特殊的香味。说起味道，这就是我的强项了，哪里需要这么复杂？9月把季义清带回房，当着季义清的面吞了那颗药丸。季义清根本就来不及阻止。这药丸能让我由内而外的散发一种味道，人的鼻子能闻到很淡的味道，但狗鼻子很灵。这簪子我也拿着，算是双重保险吧。伸手把9月揽进怀里。你怎么会想到要给我准备东西的？心里酸酸胀胀的，担心的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因为你不是坐以待毙的人，也是因为9月的性子就不是那种会等着人来逮的。惠王很明显是已经盯上了9月了，与其让9月莫名其妙的被掳走，而他们半点线索都没有，不如主动出击，来个将计就计。季青担心的事情，丰原帝和太子同样担心。虽然他们有意弱化了9月的能力，犹如将一颗闪亮的珍珠藏了起来，但再是被藏起来的珍珠，那光芒还是无法遮掩的。鹰一，从今日开始，你带上3个鹰眼的人，在暗处保护9月的安全。鹰一点头，太子也命蒋旭南带上几个太子护卫队的人去秘密保护9月的安全。入夜，季青刚准备搂着9月睡觉，9月就翻身从床上爬了起来。季青一愣，还以为是有危险，就见9月悠哉悠哉的穿衣。我找人唠嗑，你接着睡。唠嗑？季青人还猛着呢，9月已经悄无声息的犹如鬼魅一般从窗户口消失了。蒋旭南藏身在9月院子里的树上，感觉耳边有股凉气，只感觉耳尖一疼，一扭头，闪着寒光的手术刀已经架在了他的脖子上。公主，这我真想杀你，你已经死了千百回了。面对9月，鹰一尚有还手之力，他竟然连还手之力都没有。鹰一和蒋旭南站在9月的面前，尴尬又不失礼貌的笑。公主，
陛下和太子吩咐你们来的。回公主的话，是。我武功那么好，怎么可能会需要你们来？还没开口呢，季义清披着件外袍走了进来，少卿跟在了季义清的身后。蒋队长，英一首领，我让少卿给你们准备了休息的地方，劳驾你们这段时间扮作九月的护卫了。暗处保护总是没有明面上的稳妥。九月嘴巴一歪就要反驳，还没开口呢，桌子底下的季义清的手轻轻地握住九月的手。我当然知道啊，我们九月武功盖世无双，未逢对手。但是九月，就算你真的战无不胜，我们还是会忍不住的担心你啊。能不能请你委屈一段时间，我们保证跟着你不添乱。万一真的遇到事儿了，我们绝对不会拖你的后腿的。英一和蒋旭南叹为观止，瞧瞧人这说话的艺术。谁知英一还没有反应过来呢，蒋旭南连连点头表忠心。公主殿下放心，我绝对不会拖后腿。我就顿了顿，这蒋旭南个狗腿反应怎么这么快啊？九月看着季义清，而后看着英一和蒋旭南，不知道怎么的，好像理解了那句话。世人只看到你飞得多高多远，只有真正关心你的人才会关心你飞得累不累。哎呀，今儿天晚了，两位就先回去休息吧。和你们换班的也快来了，这段时间就先住在季家吧，委屈你们了。小姬大人言重了，不委屈，不委屈。九月愣神了许久，猛地抬头看向季义清。季义清笑得温柔，轻身在九月的额间落下一个吻。因为我们九月最是值得了。那是，我可是九月，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九月。季义清捧着小傲娇九月的脸，吧唧了个响的。哎呀，真是可爱死了，怎么也瞎不够呢。和九月待久了，季义清也学会了情到深处，情绪上头的时候用亲亲来表达了。九月被亲得眼睛眯成一条缝的笑。